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亲戚嫌我家穷，除夕聚餐竟让我们一家坐厕所旁，吃就知道吃，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。我点头称是，拿起塑料袋将一桌子菜打包。亲戚气不过，造谣我在外勾3搭4。我反手拍下视频，递出律师函。表哥不服，拿我和男明星私交说事，我一拳将他嘴角打歪，惹我一巴掌将你抽到太平洋。亲戚傻眼，纷纷断绝关系。我举杯独饮，无敌是多么寂寞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除夕夜聚餐，我家被安排在厕所旁，舅妈满脸歉意，嘴角却乐开了花。刚入座，她就问：林晓啊，听说你在北京送外卖，挣不少钱吧？哪有，我不送外卖，不送，别蒙我了。我听人说，你天天骑个2轮满大街跑。我解释说是为公司跑业务。舅妈撇嘴，哼，就爱嘴硬，送外卖不丢人。我呢，也是为你好，怕你太辛苦。舅妈一口一个为我好，嘴角带刺，我笑不出声。她更来劲，你看你还倔呢，你要是有好工作，能穿成这样？舅妈上下打量我，眼里满是嫌弃。一旁表哥接上话：表妹，不是我说，你家穷的都吃不上4个菜，不如老实回来嫁给隔壁村王老五，来的实在。他家说什么呢？王老五都快50了，我家林小才20多，你这不是害他吗？爸妈怒斥表哥胡闹，舅妈却一个劲的争辩，说什么王老五家有钱，虽年纪大，但懂疼人啊，还说要不是他极力推荐，人家还不看不上我呢。我忍着怒气，咬紧牙：哦，感情是您让他骚扰我的，你那么喜欢他，自己怎么不嫁？反了你了！你看看这丫头说的什么话，还有没有尊卑了？尊卑！我冷哼一声，随手拿起塑料袋，都让，我家常年吃不上4个菜，这桌子菜我全打包了啊！在舅妈的尖叫声中，我淡定装菜：你这死丫头，你干什么？你把菜都打包了，别人吃什么？没教养的东西！舅妈伸手要拦，被我推开。好啊，你敢推我！舅妈发了疯似的冲过来要打我，我淡定拿出手机录像：来啊，有本事你就打我一下赔1万，1万！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！舅妈大声咆哮，众人纷纷侧目。下一秒，各种非议声响了起来。舅妈自觉被我服了面，开始诽谤，说什么好心劝我不要打包饭菜，被我打，还让他赔钱，还说我外面招惹男人，生活不检点。这颠倒黑白的话惹怒了众亲戚，大家纷纷对我口诛笔伐。林晓，你羞不羞耻？大过年聚餐，你捣什么乱？就是家穷人不能穷啊，看你这样，活该吃不上4个菜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我们家族怎么就出你们一家这群败类？什么垃圾家庭，趁早滚蛋！众人越说越气，纷纷要求我们一家离席。爸妈哀求，众人不理，还不滚！拿上你们打包的东西，滚出这里！眼看奸计得逞，舅妈来了底气：爸妈，我们走。多说无用，我拉起爸妈就走。慢着，眼看我们要走，表哥将我们拦住，说要我们少交一笔份子钱，不交不让走。我们一家3人，每人500，一共1500元，不够吗？表哥笑指向一秃顶男：还有他的呢？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王老五正一脸色眯眯地朝我挥手。他不是我家的，谁叫来的谁出。哟，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，你林晓是这么做人的吗？
表哥一口咬定王老五和我是情侣关系，说什么也要我交钱。众亲戚默认，我气不过要走，众人急忙将大门锁上。不交钱，你们就别想走；不给我走，我就将你们告上法庭。我掏出手机录像，随手发给律师。众人见状，纷纷怒斥我无情。家族聚餐，让我们一家单独坐厕所旁。你们说我无情，我怒视众人，出示律师函。这门你们开不开？不开，我们法庭见。众人乱了方寸，纷纷避让。舅妈赶紧让表哥开门。哼，浪蹄子，就知道拿律师函威胁我们良好市民，可不是吗？放着王老五不嫁，估计在外面有人了。表哥再次出声，我原地起跳，狠一拳将他嘴角打歪。惹我一巴掌将你抽到太平洋。众人被我吓懵，表哥嚷嚷着要报警，王老五可不同意。本来舅妈今天让他来，就是想当着众亲戚的面逼我就范，哪成想我却正面硬刚。他可不希望我出事，这大过年的，他早就按捺不住想要我，越过众人拦下我。王老五一脸恶心道：“林晓，别走，我的份子钱我自己出，你家的我也出。”我冷冷拒绝：“你我非亲非故，不必了。”闻言，他仍不死心，竟想当着众人面和我求婚。我爸妈气不过要打他，被表哥和表弟拉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是想用强吗？我死命拉住爸妈，舅妈却拼命拦我。可气的是，众亲戚见状，无一人主持公道，反倒是乐得让我同意。更有甚者，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，说我们丢人现眼。就在我束手无策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看到来电显示，我快速按下免提键。喂，林小马，我是王嘉尔，大明星王嘉尔给林晓打电话。我乐个去，还有这种事？依我看，这就是他的相好，同名而已。就是他这种外卖员能认识大明星？我倒立洗头，众亲戚怀疑。我冷冷一笑：大明星找我什么事？没有，我刚好路过你家，想到你家拜年。不必了，我忙着呢。众人看我说话态度不好，更加确信电话那头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怎么遇到麻烦了？我马上来。不用，你不等我说完，电话里传来嘟嘟声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还马上来？我倒要看看是来的是谁。不过一小丑。我说林晓，你下次骗人的时候别按免提，笑死人了。就是穷苦孩子穷苦命，别挣扎了。亲戚越说越过分，我直接无视。不信是吧？待会可别后悔。我挂上电话去帮爸妈。王老五趁我不备，单膝跪下，我一脚将他踹飞。死远点，老娘可不吃这套。他拍拍尘土死盯我。舅妈大叫着将他扶起，转头就骂，说我是泼妇。我不理他，转身一巴掌扇将表弟扇走。你敢打我，臭婆娘，你死定了！住手！王嘉尔的助理来得很是时候，他一手一个将表弟和表哥架在空中。不要啊，大哥，我恐高啊！两人挣扎着求饶。助理转头看我，见我点头，他狠狠将两人往人群里扔。作孽啊！在我林家会场打人，我要报警抓你！舅妈心疼两个儿子，指着助理大骂：老东西，你不管他们，社会总会帮你管。我没半点怜悯，在助理保护下就要离开。这时王嘉尔来了，谢天谢地，你还活着，说什么呢你？我没给他好脸色，他赶紧陪笑。王嘉尔的到来让会场乱作一团，刚刚还在质疑的亲戚们纷纷找他签名，就连舅妈也冲了过来。王嘉尔不知，微笑着回应：
我一把将他拉开，冷冷说道：“等等，大明星，刚刚他们可说你是冒牌货呢。”冒牌货？王嘉尔不明所以，亲戚们顿时紧张的不行。他们一口一个说自己被猪油蒙了心，信了舅妈的鬼话，还一口一个让我原谅，说我在北京有出息，能认识王嘉尔这样的大明星，是全家族的荣耀。甚至还有人说我和王嘉尔是天作之合，嚷嚷着请王嘉尔和我入座。我不同意，众人急了，拉着我爸妈的手直夸他们生了我这么个好女儿，说我是天降福星，还说我是族里的骄傲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刚刚怒斥我的亲戚们都要跪下了。爸妈何曾见过这种架势，急忙劝我，我勉强同意，转头往厕所走。哎，林晓，你等等我，王嘉尔要跟上。我赶紧让他快点。不是，你就坐这。看我坐在厕所旁，王嘉尔一脸震惊，众亲戚大叫一声不好，赶紧过来请我们到雅间就坐。不去，我坐这里挺好。大明星，你坐不坐？王嘉尔哪受过这般气，拉着我要走。众人急忙来劝，开玩笑，让一个大明星坐厕所吃饭，这要传出去，不被他的粉丝打死。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着，王嘉尔不听。大明星啊，我们错了。林晓啊，你帮忙说句话吧，我们真的错了。眼看王嘉尔要暴怒，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舅妈。死女人，看你办的好事，还不快说话？虽很不情愿，舅妈还是跪下磕头认错。爸妈不忍事情闹大，也劝我留下。好吧，我也饿了，坐下吃吧。见我点头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王嘉尔带我到前排入座，好酒好菜呈上，这下我可算正正经经吃了顿饭。期间，王老五想过来敬酒，被我瞪了回去。怎么样，我来得及时吧？看我吃完。王嘉尔贴心送上餐纸，还行吧？我差点没被人打死，这么惨。那我们的广告合作，放心，我会好好做的。我拍拍他肩膀，轻声道：“吃好了吗？我想打包，吃饱喝足。”王嘉尔要先走，他说要赶通告，下次再聚。我目送他到门口，他朝大家挥挥手，还特意给我抛了个媚眼。这暧昧的一幕让众人大感欣慰。太好了，我们林家有福了。就是我林家可算是有明星照着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就说我们家林晓是福星，都别说了，以后林晓的事就是大家的事，谁找他麻烦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。族长故意朝舅妈看了一眼，这可把他看得心里发毛。好了，爸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我将打包好的饭菜拿好，带着爸妈要走。这一次没人敢上前阻拦，看我打包的饭菜不多，大家纷纷掏出塑料袋要给我夹菜。这帮人啊，翻脸真比翻书快。我们在亲戚们的欢送下来到大门口，这时堂姐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林晓吗？怎么吃不完还想兜着走？堂姐是外企高管，收下管着上千人，年薪100万不说，还有个明星老公，至于几线不得而知，但听说很红。她老公来过我家几次，但给我的印象不好。总之，两夫妻一个德行，看不起我家。说什么呢？这是叔叔伯伯们让我们带的。哟，说话也不经过脑子。过年聚餐，我还没来，你就打包，看不起谁呢？堂姐的一番话把众亲戚吓坏了。平时大家宠她，是因为她工作好，收入高，外加一个不知几线的明星老公。可如今林晓带回来的可是王嘉尔啊，这可是国际巨星，孰强孰弱，众人分得清。放肆！你怎么这么和你堂妹说话？快道歉！族长急了，他不想惹我生气。爸，干嘛呢？
你为了他凶我？堂姐一脸不解，族长不知所措，他将一切责任归于我，开始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他哪点不如我，自己要工作有工作，要身份有身份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家族里下等人的货色。看我怒视他，他心有不悦。换作平时，他现在非甩我一巴掌不可，可他的族长爸爸死活不让，众亲戚纷纷来劝，这可把他气得不行。他实在想不通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大家怎么都向着我？你赶紧和林晓道歉，不然今天我打断你狗腿！族长不和他废话，身后那么多亲戚看着，他可不想节外生枝。可偏偏堂姐大小姐脾气上来了，死活就是不肯。族长气得要打他，他赶紧让明星老公出来。爸，你敢打我试试？你看看谁来了。伯父好，我是王兴。王兴的到来没能引起大伙注意，看着其貌不扬的他，众人甚至有些嫌弃。王兴估计没想到大伙的反应如此冷淡，他拼了命的想挽回场子。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婶婶们，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澳洲燕窝，大家放下吧，到里面等着。族长不稀罕，他现在想的是赶紧让我们一家离开。爸，人家王兴说什么也是明星，你们咋这种态度？堂姐看不得自己人受委屈。好好好，大明星，你们快进来，让林晓他们先走。林晓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向着他？堂姐发飙了，她认为是我让她丈夫被冷落，一个劲的责怪我。我冷冷看着不出声。族长吓坏了，快滚出去，不然我可要动手了啊！啪，一个巴掌甩在堂姐脸上，她委屈大哭，眼看不能和父亲动手，她冲过来要打我。众亲戚见状赶紧来劝，表哥和表弟更是一马当先护着我，让开，放他过来。我冷漠出声，表弟和表哥一脸错愕，想打我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哼，你这低贱胚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堂姐带着怒气冲来，被我一巴掌扇飞。她震惊我敢出手，叫嚷着让她男人打我，敢打我老婆，找死！王兴快步来我跟前，众亲戚立马跟上，他们一人一手将他牢牢锁住。打我，你还不够资格！我路过两人身旁，淡淡一笑。王兴不服，我是明星，你们谁敢动我，我让你们坐牢！见他出言威胁，族长赶紧到他身旁耳语：什么？王嘉尔？王兴大眼一瞪，神情紧张。哼，你们说是就是啊，他这种人也配认识什么狗屁明星？就是这个狗骗子，他要是认识明星，我倒立！一旁头发湿漉漉的族人捂住堂姐嘴，不让她说话。他那哀怨的眼神透露着不安。林晓啊，你看他们也是不知，正所谓我知道，不知者无罪嘛。我先走了，不送。我正想离开，电话又响了。我在众人注视下拿出手机，放到耳边：喂，我是林晓。众人以为是王嘉尔来电，纷纷屏住呼吸。堂姐捂着脸大骂，装神弄鬼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你们也信？就是王嘉尔以前可是我小弟，你们也信他？王兴一番话把众人唬得一愣一愣，大家看向他的目光多了一丝期待。还别说，要是这王兴说的是真的，那堂姐家就比我厉害了啊！一些墙头草开始对王兴点头哈腰，眼尖的已经给他递上烟。我看着众人急转而变的态度，冷笑一声就要离开，王兴却将我拦住。我说你就是林晓啊，敢不敢打开免提键让大伙听听？我不同意，说这是我私人电话，不方便。王兴笑了，是真不方便还是害怕被拆穿？
我看80%是后者吧。众亲戚不敢乱帮，都是国际明星的熟人，帮谁都不好。你当真要听？我淡定拿下手机，饶有兴致看他听。为什么不听？我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那我可说好了，这是私人电话，听了可要负责任哦。切，少拿这些话唬我。我王兴可不是被吓大的，看他毅然决然要听，我也不犹豫，和电话那头说了几句，立马按下免提键。喂，我是肖宁，请问是谁要听电话？我，王兴。王兴，你是林小亲戚吗？狗屁亲戚，他这种人还想往我脸上贴金。王兴看着我，一脸嫌弃。我笑笑不说话，他更得意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国内天宇娱乐的当红明星，怎么样？怕了吗？哦，我公司的。电话那头传来疑惑声，可王兴却听不出，他自顾自地陈述自己多厉害，还说自己是公司的一线巨星，准备超越王嘉尔。众人听到他这般说辞，纷纷点头称赞，堂姐更是扬着下巴，一脸得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王兴是吧？我去查查。查什么查？就你也配查我？王兴冷笑一声，一脸轻蔑。你别急，我会好好查的。我倒要看看公司什么时候出了个比肩王嘉尔的巨星。说完，电话那头传来挂断声。王兴只当是对方被自己吓到，丝毫没有听出对方语气不善。看吧，就他这种人的朋友，还不是被分分钟被我拿捏？就是听到我们王兴自报家门，吓得把电话都挂了，真是丢人。堂姐和王兴一唱一和，众亲戚急忙附和。堂姐本就是族内年轻一辈佼佼者，加上她身世好，这些年大家都习惯了巴结她。如今有王兴这么个大腿，想想也比我仅仅认识王嘉尔强。况且我和王嘉尔指不定还不熟，而王兴却已经是堂姐的丈夫。众人欢喜，将堂姐二人请进门，将我们一家抛之脑后。一帮趋炎附势的家伙，懒得和你们计较。爸妈，我们走。慢着，想走，给我磕几个小头再说。堂姐摸了摸脸，想找回场子。我要是不呢？那你就给我爬着滚出去。000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我打算不接。接啊，该不会是你朋友打来和我道歉的吧？接啊！王兴一脸兴奋，初来乍到的他迫切需要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。懒得理你。我拉开房门要走，门外却站着几名黑衣人，想走，问问我的保镖答不答应。王兴朝黑衣人点了点头，几人赶紧将我们推回。你和我比人多是吧？就比怎么了？你这穷丫头能叫到什么人？动手抢他电话！黑衣人不由分说将我电话抢走，将我按在墙角。你最好把手机给我还回来，不然我要你好看哟！穷丫头生气了，是怕被我揭穿吧？王兴拿到手机，忍不住狂笑。我今天就是要你知道，得罪你堂姐和我是什么下场。快速接通电话，免提键触发的瞬间，肖宁的声音再度传来：喂，林晓吗？刚刚那个人还在吗？在，我王兴一直等着呢。哦，你等我？肖宁一脸错愕。对啊，我很想知道，你现在手抖不抖，心慌不慌？肖宁怒了，这么多年，从没有人和他这般说话，如今竟被自己公司的艺人嘲笑了。你觉得我会手抖心慌吗？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王兴你可惹不起，别让我见到你，不然见一次打一次。哦，好，惹不起是吧？你被开除了，立刻生效。肖宁将电话狠狠按下，一旁的人事部经理吓得后退一步，狂妄！
一个叫王兴的小子竟敢威胁我，你马上给我把他开除。是，老板。人事部经理应了一声，转头跑了出去。回来，叫人去一趟林小姐那里，将这个混蛋给我带回来。肖宁怒了，天宇娱乐公司大震荡，公司紧急召开股东大会，会议议程只有一个：如何挽回我这个大客户。我对这一切完全不知。此刻，王兴正带着他的保镖羞辱我。来，给你电话叫人，叫越多越好。我愤愤接过手机，不理他。电话却响了，接啊，臭丫头，你该不会也和你那朋友一样，只懂装腔作势吧？刚刚听到肖宁说开除他，他原本也挺害怕，可等了10多分钟也不见有消息，他笃定电话那头之人根本没实力。好，你自己找死，我成全你。我按下接听键，肖宁一个劲地和我道歉，我不吭声。他说已经安排好一切，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要求，给我带100保镖过来，越快越好。哈哈哈，臭丫头想得到美啊，100个，做梦吧你。听到王兴那夸张的笑声，肖宁咬咬牙，半天吐出几个字：我给你带300，狠狠堵他嘴。啪，手机摔碎的声音很清脆，整个大厅死一般沉寂。手续还没办好吗？老板，这王兴是1分钟不把他开除，你立马滚蛋。肖宁的真怒了，他亲自给保安队队长打电话，让他们必须10分钟赶到我所在的酒店。300保安涌进房间的声势特别巨大，在场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。敢问，让开，我们找人。保安队长将组长推开，望向我，林小姐，表哥，我在这呢。王兴很激动，带队保安队长竟是他表哥。王兴，你怎么在这？两人热情打了招呼，这让大家暗松一口气。好了，你一边去，我们今天是来办事的。什么事？王兴表哥将声音压低，听说公司有一人威胁老板，老板我们要将人带回去。员工威胁老板，谁那么大胆？活得不耐烦了。嘘，人事部经理来了，看到我立马赶过来和我打招呼，这让王兴有点不悦。表姐，你怎么和他说话啊？啪！看到王兴过来，他怒甩一巴掌，和林小姐道歉。王兴一脸懵逼，哭着问原因。表姐，她不就一个穷丫头吗？犯得着这样吗？穷丫头，她可是国际顶尖的广告大师。什么广告大师？就她？王兴一脸不信。闭嘴！我平时怎教你的？做人不要太狂。王兴表姐指着王兴骂。一旁黑衣人见状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行了，你们公司的事回去再说，我们家庭聚餐呢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打扰了。王兴表姐对着身后招呼一声，300保安齐刷刷向我道歉。众人不淡定了。我天啊，这林晓居然怎么了得？前有王嘉尔，后有300保安，我大脑 CPU 要烧干了。我去，这林晓都成大师了，不行，得赶紧抱住这个大腿。王兴被众人带走，临行前，表姐和他说了公司的决定。听到自己被开除，他立马跪下求饶。我说你啊，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老板，真是不可原谅。表姐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被开，我还有很多梦想没实现呢。王兴快疯了。闭嘴！老板说了，谁为你求情，谁滚蛋！不要啊！我面无表情看众人离开，拉上爸妈就走。堂姐追了上来，她苦求我原谅，我不理。林晓，堂姐求你了，我们错了，原谅王兴吧。我原谅他，谁原谅我们？我最终还是没同意，跟着爸妈回了家。夜里，
爸妈问我：林晓啊，你什么时候成了广告大师了？我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，爸妈顿感欣慰。孩子，真是苦了你啊，都怪我们当初。爸妈，没事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提出让他们过完年和我去北京，爸妈不同意，说我事业刚有眉目，不想让我分心，我没勉强。对了，林晓，你表叔明晚请我们吃饭，你说我们去吗？表叔，一想到那个远方表亲，我头就大。这家人在城里混得不错，可隔三差五就来我家借钱，一会说生意周转，一会说孩子要交学费。每次借钱不多，但次数多了，也不是小数目。最可气的是，他从来不主动提过还钱。我爸问他，他总说都是亲戚，还怕赖账。和这种远方表亲打交道，真让人心力交瘁。一想到不久后我就要回京，我决定好好会一会他。妈，去吧，我也好久没见表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表叔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有好东西相送，让我们早点过去。这家伙每次都这样，一想借钱就催我们早到，爸妈自然是无法拒绝的。毕竟早些年他曾资助过我读书，虽说钱已还清，但情谊还在。林晓，不如我们去得了，你留在家吧。爸妈担心我和表叔有争执，不想我去。我摇头拒绝，说大过年的不好搭车，还是我开车送他们去好一些。二人想想也是，便答应我一同前往。表叔家在县城，离我家有40里地。晚上7点，我们准时到访。一进门，表叔就热情招呼我们坐下，还拉着我爸妈说个不停。表叔是生意人，客套话说得很溜，不一会就把气氛变得活跃起来，一副不是我说，我刚刚谈成一笔大生意。饭桌上，表叔开始吹嘘，说这笔生意怎么赚钱。说话间，陆续来了好几个亲戚，堂姐也来了。她此刻没了当初的锐气，对我百般客气，甚至带着几分讨好。表叔自然是不清楚这其中缘由，还以为堂姐是客套。他继续高谈阔论，处处显要。我跟着众人点头称是，这让他很是得意。我说林晓啊，毕业后找到工作没有？没有的话，到我这里上班吧。表叔把话题转向我，我急忙说自己有工作。表叔不信，非说送外卖不体面，让我辞职回家帮他。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。我摇头说自己不送外卖，在公司上班。林晓啊，你家情况都这样了，别骗人了，回来吧，我给你开3000工资。表叔，林晓他。堂姐刚想出声，表叔立马打断，没事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不嫌他。我笑笑不说话。表叔手机响了，看，我合作伙伴打来的，估计又有大生意。表叔一脸兴奋，众人羡慕不已。什么合作泡汤？电话接到一半，表叔急冲冲离席，回来时他脸色煞白，众人不禁询问。他解释说，合作方资金链断裂，不但合作泡汤，自己还可能面临违约赔偿。看到表叔眉头紧锁，众人面面相蹙。要不大伙借我点钱，我保证能还。表叔又来了，众亲戚可不敢借，真的，这次不骗你们，我真的要破产了。表叔很急，他向堂姐一家恳求，又向我爸妈索要。爸妈见他如此，答应借3万，可表叔摇摇头，3万哪够，最少60万。表叔嫌我爸妈给的少，翻了翻白眼，要不你们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一下，我估计也有50-60万。我不同意，这大过年的把房子抵押出去，我们住哪？表叔可不管，
他开始拿资助我上大学这事来闹。爸妈听不得这个，就要答应。我再次拦住，我上大学你就给了3000，而且我们也还清了。再说，这可是我爸妈住的房子，抵押出去他们住哪？表叔说可以让我爸妈跟他们住。我冷笑，你家这房子不也值50-60万，你怎么不抵押？表叔借口说孩子要读书，家里还有老人，说什么也不拿自己房子换钱，还说我们忘恩负义，要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。堂姐一家看他说的过分，好言相劝，也被他一顿痛骂。哎，这大过年的，吃顿饭还遭罪。我拉着爸妈要走，表叔急忙拦住。林晓，你们不能走啊！表叔给你们跪下了，他做事要跪。爸妈一把拉住，林晓啊，要不帮帮你表叔吧，他也不容易。妈，不是我不帮，他前前后后都欠我们家快50万了。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，爸妈生活那么拮据，有一半正是拜他所赐。林晓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记得以前？我以前资助你，够了。看他死性不改，我气得不行。林晓啊，就当表叔求你们了，你们行行好吧。表叔让表嫂和孩子都跪下，爸妈彻底招架不住。孩子，我们就帮帮他吧。你可以问问那个王嘉尔，还有那个天宇什么老板。一听这话，表叔眼前一亮，他哭喊着我见死不救，说什么我也不让我走。妈，你忘了吗？他以前借完钱还到处说我们穷，还诋毁我在外面勾三搭四。我将表叔的罪状一一陈列，众亲戚顿感意外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哼，我们走。众亲戚要走，表叔赶紧将房门锁死。今天你们不借我钱，谁都不能走。表叔拿刀叫嚷，说要一起同归于尽。众人面露难色，纷纷把目光转向我。堂妹，你看，堂姐离我最近，她知道如今只有我能救大家。我本不想理会，但又怕表叔真的伤人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我劝表叔冷静，将合作方告知于我。得知对方和我有过合作，我快速拨通了号码。喂，王总吗？我是林晓啊。对面王总一听是我，顿时来了兴致。我将表叔这事委婉说了一遍，对方立马沉默。林晓，你表叔偷改材料配置单，他没和你说？好家伙，这人太烂了！我忍着怒气说不知道。对方立马要求表叔将材料单改回来，否则法庭见。林晓啊，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做出让步的。你知道，王总将合作泡汤的前因后果简单说了遍，说因为这事他也损失了几百万。我指着表叔一顿痛骂，他跪在地上不敢吭声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为我免费设计广告，我就不追究，合作继续，如何？一听这话，表叔头倒如蒜，还对天发誓一定痛改前非。我咬咬牙同意，他更来劲。很快，表叔手机响起，他屁颠屁颠跑到厕所接听，一切顺利，合作依旧。事后，表叔对着我们一家千恩万谢，还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。我嫌他恶心，一把推开。你最好记得怎么做人，别再来烦我爸妈。表叔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是，随后目送我们离开。众人来到楼下，登车时，堂姐将我拉住。堂妹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前……你也想借钱？不是，我们是真心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为难你们家。众人闻言纷纷点头，最好是这样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让爸妈上车。路上，爸妈问我为何不原谅他们，我笑着说没有。其实从他们道歉后，我就原谅他们了，只是害怕他们会继续对爸妈不好。爸妈听完，泪水涌起，
爸妈，坐稳了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我们回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